2025年，我们见证了 AI 的崛起，英伟达的股价像坐上了火箭，全世界的资金、媒体、分析师，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算力这个上游上。算力当然重要，我们上一期影片也谈过了 AI 太空算力的机会，但是真正的投资高手不会只盯着一个赛道，而是要看到整个棋盘，决定下一个10年财富分配的下游应用已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悄悄拉开了序幕。这条可能是你今年看过最重要的一支影片，因为今天我不跟你谈那些已经被说烂了的 AI 概念股，我要带你去看未来3年真正能够把 AI 从虚拟世界拉到现实，彻底颠覆我们生活的3大硬核科技赛道，以及在这场巅峰对决中，中美两国的顶级玩家特斯拉和小鹏，他们各自打的是什么牌。在11月，我去参观了小鹏的总部，做了大量的深度调研。我去的时候是带着一个疑问的：为什么连电动车还没有赚钱，就发展机械人、飞行汽车，甚至无人计程车？然后当我看到小鹏背后的科技，我觉得小鹏汽车这个名字是严重的误导，因为它已经远远不只是一家汽车公司。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不只是公开的财报数据，还有我第一手的观察和思考。如果你想看懂2026年最具爆发力的科技赛道，以及如何用专业的框架去分析这些新兴机会，这集影片请你一定要从头到尾看完。 AI 的上游是关于算力和模型的战争，是英伟达和 OpenAI 的故事，这些当然重要，但是如果不能落地到实体世界，创造真正的价值，那它就只是一场昂贵的烟火。所以 AI 的下游应用是物理 AI， 是配上硬体的 AI 技术与实体应用结合的终极变现之战。我认为有3个领域将来会是 AI 战争最核心的战场，它们分别是 Robotaxi 无人驾驶计程车、低空经济、飞行汽车以及人形机器人。为什么是这3个？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了人类最基础的3个需求：出行、物流和劳动力。这3个领域的任何一个只要取得突破，都会释放出一个10万亿级别的庞大市场。而能够在这3个领域同时布局并且拥有核心技术的公司，全世界范围内屈指可数。这个让我想起了2000年的科网泡沫，当时无数的网络公司灰飞烟灭，市场一片悲观，很多人血本无归，包括当年的我。但刚好在那片废墟里诞生了后来改变世界的巨头，当 Pets.com 这些靠着一个概念就上市的公司倒闭，另一家同样亏损严重、被华尔街唾弃的公司亚马逊却活了下来，还定义了下一个20年的电子商务和云计算。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是惊人的相似。今天的 AI 领域同样经历着一场狂热和泡沫，而我们投资者要做的就是在泡沫中找到那些真正能够活下来并且成为下一个时代王者的公司。而这场巅峰对决格局已经非常清晰，就是一场中美两国的科技实力大比拼。美国的代表毫无疑问是那个我们又爱又恨的男人马斯克和他旗下的特斯拉。那中国的代表是谁呢？你可能会想到比亚迪、华为、百度这些巨头，但如果我们用同时在3个赛道都有实质布局这个标准来筛选，你会发现比亚迪在电动车是王者，但是在 Robotaxi 飞行汽车和机器人的布局和背后相关的 AI 技术相对较少。百度有萝卜快跑，却没有制造能力，和吉利合资的车管也已经破产告终，未来要发展飞行汽车和机器人也会遇到同样的瓶颈。优必选专注人形机器人，但是没有其他2块。所以在我这次深入调研之后，我认为在3个赛道同时布局最对标特斯拉的中国企业，其实是过去一直被市场低估，甚至被戏称作造车新势力3傻之一的小鹏汽车。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赛道来看这2家公司到底在下什么大棋。我们先来看 Robotaxi， 为什么这个领域这么重要？因为它可能是 AI 技术第一个能够大规模商业化并且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应用。
你想想，一个拥有100万辆无人驾驶计程车的公司，它就是一个每天24小时不停印钞的机器，它的毛利率可能会高到你无法想象。我们先看特斯拉，马斯克的终极梦想是火星移民，而特斯拉就是他实现这个梦想的提款机。所以他对特斯拉的野心从来就不只是卖车，他想打造的是一个由特斯拉汽车组成的庞大自动驾驶网络。就在12月15日，特斯拉在美国德州的奥斯汀已经正式开始了没有安全员的 Robotaxi 测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味着他们的技术已经达到了可以脱离人类监管的阶段。特斯拉采用纯视觉方案，抛弃了激光雷达，这条路非常难走，但是一旦走通，护城河也是最深，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全球几百万辆特斯拉汽车每天产生的海量真实数据，来不断喂养和训练他们的全自动驾驶系统。数据越多， AI 就越聪明，就越安全，然后吸引更多用户，产生更多数据，这是一个完美的正向循环，我们称之为数据飞轮效应。根据特斯拉的计划，他们专为 Robotaxi 设计的车型预计在2026年4月就要开始量产，而且成本会低过3万美元。你可以想象，当一个不需要司机、成本极低的交通工具出现在我们城市的街头，会对现有的计程车行业、网约车平台，甚至整个公共交通系统带来多大的冲击。好，看完了特斯拉，我们再来看小鹏。如果说特斯拉是想用技术颠覆一切的革命者，那小鹏的打法就更像一个聪明的整合者。小鹏很清楚 Robotaxi 这个生意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你还需要解决2个天大的难题：客源和运营。你车造出来了，谁来做？车辆脏了，谁来清洁？出了事故，谁来处理？这些都是极其复杂的线下运营问题。而小鹏就用了一个很聪明的方法，他们在2023年做了一个让市场非常意外的决定，就是收购了中国最大的网约车平台滴滴的智能汽车开发业务。通过这次合作，滴滴不仅成了小鹏的股东，更重要的是，小鹏未来的 Robotaxi 可以直接接入滴滴那个庞大到恐怖的出行网络。这是什么概念？我来给你打个比方，你自己辛辛苦苦开了一家餐厅，厨艺很好，但是每天都要发愁客人从哪里来，而你的对手直接跟全世界最大的美食外送平台达成了独家合作，餐厅一开门，订单就源源不断的涌进来，你说谁的胜算更大？小鹏通过和滴滴的结盟，巧妙地绕开了最烧钱、最费力的线下运营环节，把精力聚焦在自己最擅长的技术和车辆制造上。他们合作的第一款车已经在市场上取得了不错的反应，而他们的 Robotaxi 服务也计划在2026年正式推出。另外，小鹏和阿里也有深度合作。大家知不知道，小鹏的创办人何小鹏的第一门生意就是卖给了阿里，赚到了他投资小鹏的启动资金，而阿里也一早投资了小鹏。小鹏现在的数据是用阿里云，也会与阿里的高德地图合作，自然成为了阿里跟百度竞争的排头兵。小鹏也成为了在中国第3家可以测试 L3 驾驶的车企，证明它在 Robotaxi 赛道中领先。所以你看，在这个赛道上，特斯拉和小鹏走了2条完全不同的路。特斯拉是技术之霸，想用最强的 AI 大脑一步到位统治全球，而小鹏是生态合为，先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通过跟巨头结盟，快速建立起商业闭环。投资大师查理芒格曾经说过，如果你想要说服别人，要诉诸利益而非诉诸理性。这句话用在商业世界同样适用。一个再完美的技术，如果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商业利益，那它就是空中楼阁。从这个角度看，小鹏的策略无疑是更加务实和接地气的。好，说完了地面，我们再抬头看看天空。低空经济，或者是说飞行汽车，会是另一个即将爆发的万亿级市场。很多人会觉得飞行汽车很科幻，像是电影里的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它离我们的生活比你想象的要近得多。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报告，2025年中国的低空经济市场规模预计会达到 1.5 万亿人民币，而到了2030年，这个数字会突破2万亿。这是一个从0到1的巨大蓝海。
在这个全新的赛道上，小鹏可以说是已经抢占了绝对的先机，见证一款国产飞行汽车正式进入全球首次大批量生产啊！我这次去调研，重点就看了他们的飞行汽车子公司小鹏汇天，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真的让我非常震撼。他们推出的产品叫做陆地航空母舰，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霸气，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它由2部分组成，一个是地面的6轮母车，另一个是可以分离出来的载人飞行器。这个设计解决了目前所有飞行汽车最大的痛点——实用性。平时在城市里，你就可以开着这台母车通勤、接送家人，它就是一台豪华 MPV。而到了周末，你想去郊外或者躲避交通堵塞，就可以把飞行器分离出来，直接飞过去。根据小鹏的计划，这款陆地航空母舰在2026年就要实现量产和交付。他们在广州的工厂已经开始了试产，而且为了不拖累上市公司的财报，小鹏汽车现在只持有汇天的19.9%股份。而何小鹏个人持有60.1%，总共控制了80%的汇天股份。小鹏汇天计划在明年，也就是2026年，单独在香港或者美国 IPO， 到时候也会为小鹏带来媒体关注和投资收益。更关键的是，小鹏汇天走的是 2C， 也就是直接卖给消费者的路线，这个和它的竞争对手，比如亿航走 2B 的模式完全不同。这个意味着小鹏想做的是成为空中特斯拉，让飞行汽车像今天的私家车一样走进千家万户。据说定价在200万人民币左右，已经有超过7000台订单。说实话，200万连超级跑车都买不到，可以买个飞机加航母车，还是挺吸引我的。那特斯拉呢？在这个领域，马斯克的布局可以说是相对空白。他虽然也提过飞行汽车的想法，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产品和计划，这个就给了小鹏一个非常难得的弯道超车的机会。就像一场拳击比赛，对手在地面上是重量级拳王，你很难正面击败他。但如果你能把战场转移到空中，一个他完全不熟悉的领域，那你就有可能实现非对称作战，取得胜利。所以在低空经济这个赛道，我认为小鹏的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他们不仅有清晰的产品路线图，有明确的量产时间表，更有一个聪明的商业模式。这是一个典型的在巨头尚未发力的全新领域抢先插上旗帜的案例。最后我们来看看我认为最具想象力也是终极的赛道——人形机器人。为什么说它是终极的？因为人类社会所有的基础设施都是为人设计的，门把手的高度、楼梯的宽度、工具的形状等等。如果 AI 想要最大程度地融入我们的世界，解决劳动力短缺这个全球性的根本问题，那么最好的载体就是和我们一样拥有双手双脚的人形机器人。在这个终极梦想的赛道上，特斯拉和马斯克再次展现了他的狂人本色。马斯克曾经不止一次地说，特斯拉未来最有价值的业务不是汽车，而是机器人。他预计未来人形机器人的需求量将会达到100亿级别，远远超过汽车。特斯拉的优势在哪里？首先是他们在 FSD 上积累的强大 AI 能力，可以无缝迁移到机器人身上，让机器人拥有一个聪明的大脑。其次是他们在汽车制造上积累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可以极大的降低机器人的成本。特斯拉的目标是把人形机器人的成本控制在2万美元以下，比一台车还便宜。他们最新的机器人已经可以小跑，虽然在演示里还不小心摔了一跤，但是它的进化速度绝对不容小觑。而小鹏同样在这个领域进行了布局，他们推出的机器人叫做 Iron。虽然现在已经火卖的机械人是其他厂家的，但是在前段时间 Iron 在发布会上走猫步的影片很火，因为他的动作实在太拟真了，以至于很多人一开始都以为是人假扮的。这个背后展现的是小鹏在运动控制和拟真算法上的深厚积累。更重要的是，小鹏的机器人已经开始在自家工厂里实习了，比如做一些搬运检测的工作。这个可以看到，小鹏的机器人不是只停留在 PPT 或者实验室里的玩具，而是在朝着实际应用的方向快速迭代。
结合小鹏在造车积累的生产能力，很有可能会后来居上。在这个赛道上，特斯拉的优势在于它更宏大的愿景和更底层的技术整合能力，而小鹏的优势可能在于更快的产品迭代和对中国这个庞大应用市场的深刻理解。马斯克自己也承认，未来主导机器人市场的将会是特斯拉和中国的公司。这句话其实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回到了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小鹏这么小的一家公司，本身的电动车业务还没有赚钱，却去发展 Robotaxi 飞行汽车和机械人？这可能是何小鹏的远见，也可能是他的无奈。因为要在智能驾驶领先，一定需要大量投入科研，但是小鹏汽车销量与特斯拉或者其他车厂比相对非常小，那怎样摊分巨大的科研费用？ Robotaxi 飞行汽车和机械人背后都是用着小鹏自研的 VLA 系统和图灵 AI 芯片。现在小鹏积极的在奥地利、印尼和马来西亚设厂，并且输出技术给大众汽车，既证明小鹏研发的成果，也让它可以把科研费用摊分给更多产品。好了，讲到这里，我们分析了3大未来赛道以及特斯拉和小鹏在这其中的布局。你可能会觉得我讲的这些东西好复杂，一下是 Robotaxi， 一下是飞行汽车，还有机器人，我怎么知道哪家公司到底值多少钱？我怎么判断现在的股价是贵还是便宜呢？你问到点子上了，这个就是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散户最大的区别。普通人看公司只会看它现在赚不赚钱，股价是涨还是跌，而专业投资者需要有一套系统的方法论，从宏观到微观，一步一步的分析，才能找到真正值得投资的标的。这套方法论就是我在10倍股公益课里教的核心框架。10倍股3阶段，第一阶段是被市场错杀看漏，因为负面消息、市场误解或商业模式不被理解，导致股价被严重低估。第二阶段是被验证，业务产品或盈利能力开始被市场认可。第三阶段是被吹捧讲故事，股价脱离基本面，市场情绪极度高涨。这3个阶段对应的就是一只股票从被低估到被高估的完整生命周期。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第一阶段买入，在第3阶段卖出。这个课程能够帮你找出真正强劲优秀的股票，让你的资产增长得更加稳固，投资绩效大幅提升。这个有系统的不断找到10倍股的方法，是我30多年投资经验的精华总结，现在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最重要的是，我把普通投资者最常犯的10个错误制作成一个60分钟课程。这10个错误不仅是容易犯，而且每个都会让投资者损失惨重。要提升投资回报，最直接的就是减少犯错输冤枉钱。所以我把这堂价值满满的60分钟课程完全免费的送给大家，快点点击下面的资讯栏了解更多。好，我们回到正题，既然我们看好这几个赛道，那具体的投资策略是什么？是不是现在就应该 all in 呢？这里我必须要给你泼一盆冷水。记住，越是回报潜力巨大的机会，通常也伴随着越高的风险。传奇投资人彼得林奇有一句名言，在你做好功课之前，绝对不要投资任何一家公司。对于小鹏和特斯拉这样的公司，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他们面临的风险。首先是技术和安全风险，无论是自动驾驶、飞行汽车还是机器人，都处在技术爆发的前夜，路线之争还没有结束。就拿特斯拉来说，今年8月，美国法院就判定特斯拉的自驾辅助系统存在设计缺陷，在一宗车祸中需承担部分责任，判赔约2.4亿美元。这个是美国联邦法院首度判定特斯拉自驾技术应负法律责任的案例，对整个自驾车产业都是一个警讯。而纯视觉方案会不会遇到无法解决的瓶颈？电池技术能不能支撑飞行汽车的商业化？这些都存在不确定性。再来是商业化风险，技术再厉害，如果不能变成产品卖出去产生利润，那对投资者来说就没有意义。这些新业务什么时候能跨越从1到100的鸿沟，实现规模化盈利？这个需要时间来验证。最后还有政策风险，尤其像 Robotaxi 和飞行汽车都涉及到公共安全，
各国政府的监管政策会是决定他们发展速度的关键变量。所以投资这样的公司，你必须把它当做一种风险投资，或者说你是在买入一个看涨期权。如果判断正确，它未来可能成长为一家万亿级别的公司，你的回报可能是10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但是如果判断失误，它也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掉队，你的投资也会面临损失。如果你看完这条影片，自己做完深入研究之后也觉得是好公司，想要做它的股东的话，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第一，分批建仓，不要一次性投入，因为这类公司的股价波动会非常大，会受到各种新闻、技术进展的影响。通过分批买入，你可以平摊成本，在市场过度悲观的时候拿到更便宜的筹码。第二，控制好仓位，就算你再看好一家公司，也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对于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标的，我建议它在你整个投资组合中的占比不要超过一个你自己能够坦然接受的水平。第三，要有长期的耐心。投资这样的公司，看的是未来3到5年的价值，而不是未来3、5天的股价。邓普顿说过，牛市在悲观中诞生，在怀疑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狂热中死亡。当你真正看懂了一家公司的长期价值，市场短期的悲观和怀疑恰恰是你最好的朋友。就拿小鹏来说，如果你用10倍股3阶段的框架来分析小鹏现在处于哪个阶段，我认为它正处于第1阶段到第2阶段的转折点。过去几年，小鹏因为持续亏损，销量不如预期，被市场严重低估，甚至被戏称为3傻。我在 GMT 里做过估值分析，发现它的市值远低于各业务加总的合理价值，这就是典型的被市场错杀看漏阶段。但是随着它与大众、滴滴的合作开始落地，新车型销量不错，毛利率开始回升，它正在逐步进入被验证的第2阶段。而2026年，如果它的 Robotaxi 飞行汽车、机器人这些新业务开始量产并产生营收，那就是完全进入第2阶段的标志。到那时候，市场对它的认知会完全改变，股价也可能会有大幅的重估。当然，我不是在推荐股票，我是在跟你分享一套思考问题的框架。你必须自己去做功课，得出自己的结论，为自己的投资决定负上100%责任。好了，今天我们聊了很多，从 AI 的下半场到3大硬核科技赛道，再到特斯拉和小鹏的巅峰对决，以及最后的投资策略。记住，投资是你对未来下注，更加是你认知的变现。在这个资讯爆炸、充满噪音的时代，唯一能够保护你并且让你赚到大钱的，只有你脑子里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你自己建立起来的投资框架。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你打开一扇看见未来的窗户。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因为我会把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简单化的讲给你听，让你更容易的吸收。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在你看来 Robotaxi 飞行汽车和人形机器人这3个赛道，你最看好哪一个？你认为最终会是特斯拉笑到最后，还是小鹏能够成功逆袭？请在下面的留言区写下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交流，一起学习，共同成长。我们下条影片再见。